大家都爱去中国化。新加坡成功关键是英国人的法治制度，不是儒家文化。为什么486什么嚣张？任何的去脉络化，连图都不用，大家都在去中国化。486学生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神。新加坡没有共产党繁荣，去中国化叫大陆还是一样暖心。改名后的大陆国民党一样暖心到令人恶心。大陆国民党，你认同的是两岸同属一州吗？太多大陆了，谁知道哪一个大陆？统一叫沦陷区，西台湾不配，以后叫沦陷国民党。共匪的话，你是遵从党政权。新加坡本是独立国家，不存在统独议题，无需去中国化。震惊的发言，没有半个赞，帮你按一个赞。BBC 呀，你光要一生推崇儒家文化，跟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对新加坡人的不尊敬，华人社会一种贬低。你还讲中文？看看你那些货，你叫来的看不起新加坡的人。请问新加坡的成就，几十年来兢兢业业2、3代的积累跟努力，其他国家有达到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我们今天来讲生态观察。好，第一个生态观察是什么呢？好，这个486先生又来了，有没有？486先生，大家都在去中国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态观察。大家都爱去中国化。好，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7000多赞哦。奇怪，去中国化这件事情，而且去的是儒家文化。这到底在嗨什么呢？看不太懂好，去中国化叫大陆还是一样暖心，巧巧改名后的大陆国民党还是一样暖心到令人恶心。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些人什么叫做大陆国民党啊？那所以你认同的是中国国民党，你不要用，你用大陆国民党，所以你认同两岸同属一州吗？你为什么要帮中国国民党证明呢？香港失败的关键就是拿中国那套换掉英国人那一套。你看下面的，但是自己英国人就用自己那一套玩惨的英国，奇怪吗？英国惨在哪里？英国真的还蛮惨的。英国有多惨给你看哦。英国还不够惨吗？英国这几年从2007年达到 3.019 兆美元之后，英国这几年 GDP 就常年在3兆跟2兆4、2兆5左右，常年摆荡，完全没有移动。好，那我们看一下中国 GDP， 中国 GDP 已经到了 17.96 兆了。这几个英国还不够惨吗？到底486先生的粉丝真的非常的有智慧，我觉得大家要来你看到。中国一堆人矿还有脸说英国更惨，不愧是你中国。真的是把我整乐了来，我看一下这一位这个是你还真是不知不觉，连印度的 GDP 都超过英国，而且英国曾经是印度的殖民母国，往日殖民地超过了自己，奈何自己不争气，多了解国际时事别看只看三明治这个频道令你封闭一生。我还是要强烈谴责啦，好，不要在不能说理的地方说理我是懒得检举你了我绝对不会叫大陆，因为太多大陆了，谁知道这是哪一个大陆？我统一叫沦陷区，西台湾都不配，以后叫沦陷国民党，叫沦陷区，所以是共匪的意思吗？那如果是共匪的话，那你是遵从这个蒋政权咯国民党那些脑袋简单的家伙还在做春秋大梦吗？那种借势嚣张、借权弄权的伎俩可以横行无阻，别再做春秋大梦了。时间一到，你们将会一个个消失在台湾政坛。嚣张借势、借权弄权的伎俩，这不就是现在民进党在干的事情吗？这不就民进党在干的事情吗？到底脑袋在想什么对，讲到英国被印度超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Google 也还很识相，对不对？还这样子那我跟大家讲印度经济表现超过英国。再写在哪里？写在经济部国贸署。印度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根据 IMF 数据统计2022年就超过了嘛所以你看一大堆新闻，他竟然不知道，都已经2024年了，他还不知道，到底这些人到底在干嘛？这些人到底活在哪里我快疯了，你知道吗？好累真的跟这些人这个讲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还正常吗？你看这是以前的英国跟印度，1950年代的印度是完全躺平，英国是怎样高高在上。那这到了今天呢？你自己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实数据嘛。2020年开始，英国跟印度就2022年就是黄金交叉，英国长期停滞不前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涨就是长期就在那边卡着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随便他们啦反正他们高兴就好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新加坡没有共产党繁荣啊，港英没有共产党繁荣，台湾没有共产党繁荣啊，哇，真繁荣。其实啊，他讲这个啊，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新加坡成功关键是没有留下儒家文化。BBC 中文网2015年3月22号用特稿写示啊，剪不断理还乱，李光耀的中国情节。你看当时他写什么？李光耀祖籍呢？广东，从血统上看他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他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什么是香蕉人呢？就是皮肤是黄的，内核是白的，受的是白人的高等教育啊。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唯一华人建立的国家啊。但是李光耀一生推崇儒家文化。曾30多次到访中国，因此他跟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呐。BBC 呀，486是不是连李光耀是谁都不知道啊？他那句话是哪来我不知道啦。但是呢，这李光耀是 BBC 直接特稿写说。他真超爱中国，李光耀一辈子去到中国访华33次，在2015年的时候，连中国习近平都对李光耀说过：“李光耀先生，您是中国人民老朋友，是受尊敬的前辈和长者，中新关系的新方奠基人和掌舵人。至今您能孜孜不倦推动中新关系发展，我对此由衷的感谢和钦佩，我不会忘记您对中新关系所做的贡献。”到底有没有最基本的常识啊？我快疯了，你知道吗？这人真的是脑袋有问题啊！有没有？支持大陆国民党修法连任100年立委。这不是民进党想要干的事情吗？可是那是李光耀时代，光是李显龙执政轻重很明显，接下来这位也会延续李显龙的作风。然后呢，下面这个更好笑，很多政策已经清没了，这个动作摆明是在说中国再也拿不到好处会克敌转弯，就觉得很匪烂欸。这些人他到底活在哪个时空啊？我的天哪！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青鸟仔这么嗨了吗？他真的完全不用去做任何的查证啊，你随便查都查得到啊！真的是党与他的幻想世界。辱华到底哪里辱华？赞！看得超暖心。李光耀先生的时代并没有那么清垢，反而是他儿子的时代，儿子老婆哇，更是对祖国充满满满的爱呀！你说为什么声音那么像哥布林啊？就是哥布林妹。对不对？终于有人出来讲实话了。李光耀先生的原意是独立法治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和儒家文化无关，这个表态和去中国化和统独议题无关。新加坡本是独立国家，即使华人文化占多数也是独立国家，不存在统独议题，也无需去中国化。惨了，像这种震惊的发言发了半天没有半个赞。好了，我帮你按一个赞了，好不好？到底要多无耻才会讲出这种话？我打开这个时候是6000多赞好，那你看你现在再刷一次9小时已经累积了7000多赞，有400多则留言，7000多赞。为什么486先生会那么嚣张？因为他随便讲一句干话、废话，他完全不用任何的去脉络化，甚至连图都不用，他只要截一张图 ，OK。然后就说大家都在去中国化，他下面粉丝真的486好感动啊，真的，我们支持486，486先生是我们的光，486先生是我们的神，486先生你是我的阳光和空气，486先生你是我的巧克力，已经萧嘎五村啊，萧嘎五村啊，这486呢他无耻就在哪里呢？他明明知道或者他不知道，但我觉得他绝对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故意的，因为他的粉丝就需要这一些东西，而且会非常的嗨。他所讲的是法治制度，英国人留给新加坡的资产是法治制度，不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新加坡人勤奋的内核啊，这都是李光耀先生表态过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是坏，他不是笨也不是蠢，他很会赚钱他懂得蹭流量你看这个486会客室。说实在的这个订阅不算特别的多也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大虽然是有点流量，但是呢，他为什么他的这个社群可以这么多的人？如果要买赞、按赞、买流量，不需要去买社群，买社群是最没有意义的，就代表说网络上有一群哥布林、青鸟仔，他们非常非常的需要每天做心理建设，不做的话他们会心理崩溃。所以486先生聪明就在这里，他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来做这样的这个观察。他生意做很大，你不用说他买流量啊。坏就坏在什么？他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的，任何造谣下三滥、断章取义，没有任何的下限，这才是他最恐怖的地方。这才是他最恐怖的地方。而且对李光耀也说过，他也没很相信民主制度嘛。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呢？我们要把他的坏给曝光出来，把他的蠢给拿出来。但你说会不会影响到那7000多个赞呢？影响不多，但是让更多没有受到影响的人，当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一段影片的时候，这个直播的时候，有机会不要掉进他那愚蠢那真的是怎样把台湾人变笨蛋的一个过程。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但台湾人就完蛋了。不是去不去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台湾人会变成一群无知的脑残。无知的脑残，那就跟什么？跟提线木偶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一群无知脑残的僵尸，然后就看到什么就扑上去，这才是坏真的。所以我们把它校正，这其实不用查多少资料，随便查你就可以随便校正。可是就拿最简单的 BBC 都可以拿来打脸他，可是他就一点点手指头都不愿意动。我只是打了李光耀跟儒家就跳出这一篇，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篇就可以拿来澄清，非常好用直接打脸所以这些真正的哥布林其实是哥布林韭菜，哥是收割的割收割的割但是问题是他透过哥布林韭菜不断的壮大自己，486是越来越有影响力在绿营的侧翼里面，所以我才跳出来跟他做他的生态观察。但我们只能说486先生真的是屌，下面的这是蠢。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包括人才的培育，包括引进外资，包括联能政府，包括他的社会的改造比如说主屋让所有人都可以住到房子包括对本国人民的保障等等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方面，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当中最大的关键是什么？新加坡能够成功的最大关键是什么？是李光耀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效、联能、精英、优质的政府。这个直到今天的新加坡，包括呢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还有新上台的总理黄循财，他们所仰仗的都是这个，因为有一个非常强大、联能、效能高，而且非常精英优秀的政府，所以他们新加坡在制定任何政策，在打造任何国家的方向的时候，都能够非常的成功，而且一步到位。全世界上这么多主权基金，为什么就是淡马锡这么有名？因为淡马锡基金就是借由它这非常高效、常年平稳的方式来操作。所以而且最好玩的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跟挪威那个主权基金，挪威最有名的主权基金非常非常有钱嘛。阿拉伯的产油国的主权基金，挪威荷兰这些主权基金靠的都是石油积累而来，而新加坡呢，则是靠着新加坡国家所积累的财富而来，这是完全不一样。新加坡没有石油很有限那它的只有工业，但是呢，它的工业也没办法扩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国家毕竟国土很小新加坡呢是非常非常努力的486先生这样子讲下去，简直是抹煞新加坡，是对新加坡人的不尊敬，也是对于全体华人社会的一种贬低。那最可悲的是你还在讲中文，最可悲的是你很多货，你要不要看看你那些货是哪里叫来的不要因为人家国家小土地小就看不起新加坡。我常常看到有些人说哎呀对不对，新加坡一个小国，弹丸小国对不对，那是特例啦，那个治一个小国那么简单，可以跟一个省比吗？可以跟一个上海比吗？等等的，这一种说法都是贬低新加坡的一种，人家是几十年来兢兢业业2-3代人这样的积累跟努力，不要看不起新加坡好不好？新加坡吸引了全世界最强最顶尖的华人去，他在一个好的位置，站在好的位置的国家多了去了，那为什么巴拿马没有发展起来？巴拿马也是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位置，埃及也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位置我跟你讲，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也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发展的超级无敌烂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非洲之角索马利亚，索马利亚也占据一个极好的位置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航道，红海航道的必经之地有发展起来吗？不是占据重要的位置就必然发展起来，要发展起来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新加坡李光耀可以是亲近他的说，他的跟他的团队是亲近说，不要看不起人家。这个看不起新加坡的人，真的要好好想一想。那请问新加坡的这个成就，其他国家有达到吗？